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谢怀安爆火后，我终于读懂了程毅剧抛脸的真相。程毅真正厉害的地方，从来不只是颜值，而是他总能让观众忘记这是程毅。这些年，娱乐圈里出现过太多所谓的爆款演员，有人靠流量，有人靠妆造，也有人凭借一部剧短暂出圈。但真正能够做到演谁像谁，每个角色都完全不同的演员，其实并不多，而程毅偏偏就是其中最典型的存在。尤其是在《长安24季》播出之后，谢怀安这个角色彻底让观众记住了他。谢怀安最打动人的地方，并不是表面的狠，而是那种被命运反复碾压后的隐忍感。他背负灭门之仇，在长安城里蛰伏10几年，明明满身都是恨，却始终压抑得极深。程毅把这种复杂感演得特别真实，很多时候他甚至不需要台词，仅仅靠眼神和细微动作，就能让观众感受到人物的痛苦与挣扎。比如听到救案时微微发紧的手指，看向仇人时一闪而过的冷意，还有独处时眼底藏不住的疲惫感，都让观众觉得这个人不像在演戏，而是真的在长安城熬了很多年。也正因为这样，越来越多人开始真正理解剧抛脸的含义。很多人以为剧抛脸只是换了不同妆造，但真正高级的剧抛脸，其实是演员连气质、神态、行为习惯都完全改变。这一点程毅非常明显。莲花楼里的李莲花和谢怀安就是最鲜明的对比。李莲花温柔松弛，说话慢悠悠的，带着一种看淡生死后的平静，而谢怀安却始终紧绷，像一根随时会断裂的弦。哪怕只是站在那里，两个人物的状态都完全不同。最难得的是，观众在看角色时，几乎不会想到这是同一个演员，而这种能力从来不是简单靠天赋就能做到的。程毅这些年的成长，其实一直建立在笨功夫之上。早在青云志时期，他就有给角色写人物笔记的习惯，角色的心理变化、情绪起伏，甚至呼吸节奏和小动作，他都会反复琢磨。这些细节观众未必能第一时间发现，但最后都会融进角色里。为了贴近人物，他也愿意花大量时间准备。莲花楼时期，他长期控制饮食，让自己保持清瘦脆弱的状态。拍《富山海》时，他又进行了长时间武术训练。更重要的是，程毅始终对表演保持敬畏。很多演员拍完戏后就彻底翻篇，但程毅会反复回看作品，认真思考哪里还能更细腻，哪些情绪还能更克制。这种不断复盘、不断修正的习惯，才是他这些年演技越来越稳的重要原因。所以现在再回头看程毅的剧抛脸，会发现那根本不是营销标签，而是他花了10几年时间，一点一点摸出来的能力。他不是在演角色，而是真的努力把自己变成角色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观众才会在看完谢怀安、李莲花这些人物之后，久久无法抽离。因为大家记住的，早已不只是演员程毅，而是那些仿佛真实活过的人。